笑。干什么？私闯民宅啊！还有新节目呢，太有意思了这个。我可是当地德高望重的口译人，你们这么对我，问过乡亲们的意见吗？什么东西？壁虎？你就是井口。我抄！国王陛下，前排提示，此人知名暴君。听说你是全国最优秀的口译人，能模仿任何声音。本王命你速速展示一下。哦，是雪豹，最强口译人果然名不虚传。本王此番找你是想对你委以重任。近日，本王偶然得到一只龙族幼崽，本王宅心仁厚，决定让你和宫廷语言学家预言一起抚养幼龙。原来这波是语言学家吗？我还以为是孩子呢。希望你不要让本王失望。说的好听，只是养活的话，随便找个养猪的不就行了？特地找到我和语言学家，其实是想把他训练成听话的兵器吧。帝王全书，小子。城门后外，但我只是个普通的艺术家，这样的重任对我来说实在是……当然不是白干的。我每个月会支付你黄金100两、良田1000顷、绸缎100匹、豪宅10栋，怎么样？看人真准！你长得那么黑，就叫你小黑吧。黄金呢？绸缎呢？良田呢？豪宅呢？我也没有钱了，你找国王要去吧。飞到天上去，去呀去放羊，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。我想站在海面上，捞一个大月亮。国王果然下旨让小黑上战场，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井口，带着小黑离开这个国家吧。啊？为什么？等战争结束我们就退伍，等到那时候……战争是不会结束的，打完3国还有6国，打完6国还有12国，小黑的下场最后只会和他母亲一样。什么意思？这件事只有少数人知道。当年国王遇见的第一只龙族，就是小黑的母亲。国王对他假意示好，暗中却设下陷阱，将他猎杀。龙心被当作药引，龙鳞和龙骨则作为材料被制成战甲和兵器，这也是这2年半来帝国一直屡战屡胜的原因。但是国王穷兵黩武，只知道侵略却不会治理，花费在镇压暴乱上的资源甚至超过了发动战争，国库早就已经见底了。难怪当年承诺的高薪一分钱都没给，要不是靠着营销驯龙高手的人设，我们早就破产了。不过你也隐瞒了一点，国王并非战胜了巨龙，而是以尚未出生的小黑做要挟，巨龙根本就没有反抗，就任人宰割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龙吼，你见识过的。当年的巨龙一定没用这一招，我打赌国王甚至都不知道它的存在，否则他绝不会让我们来抚养小黑，而他的军队也根本无法对抗这样的神技。总之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带着小黑远走高飞，还是把他交给国王，你要怎么选？我的选择是……哈哈哈，金爱卿，我本以为你会非常抗拒让龙族上战场，没想到你这么爽快就答应了。为国分忧嘛，是臣子应该做的。好，表演很好，思想觉悟更好，看见没？这才叫忠臣呢。井口，来上前领赏。谢陛下。那些渔民总说国家水深火热，可明明本王的军队一路高歌猛进，真是气人。本年日中秋，为国人臣民节日放松戒备，将他们一举拿下。哈哈哈哈！忍不住问我，那你呢？你又是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告诉我？我是为了小黑，照顾他是我的责任。责任？你说的对，没能尽到责任的人是我，不管是对小黑还是对国家。你带着小黑远走高飞吧，等过了今晚，把一切真相都告诉他。那你呢？我其实也有隐瞒你们的事情。我是魏国人。上古神功已经很多年没人知道如何使用了，而这个年轻人居然能够熟练的组装，毫无疑问，后羿就是我们的救世主。所以你接下来要去讨伐金乌了？是啊，
自从那个叫金乌的天神定居在太行山，天上就跟多了一个太阳一样。接着就是连年大旱，水源枯竭，总得有人来解决吧。幸好你今年组装了上古神功，不然村长又要去做傻事。不就是座山吗？看我把它铲平了，那四没了住所，自然就会离开了。哦对，说到这个，至嫂，我明明是第一次接触神功，为什么却能熟练的使用呢？其实人是有前世今生的，越是强大的人，来世就能保留越多的记忆和习惯。你前世一定是个能够熟练使用神功的传奇人物，所以今生才能轻易上手。看来有些事情注定是要由我来完成的。哦对了，至嫂，其实我一直想问，你这样钓得到鱼吗？哼，谁说直钩就钓不到鱼了？我这叫愿者上钩。行，我走了，你接着钓吧。到达世界最高峰太行，太美丽了太行。哎，这不金乌吗？还是看看远处的金乌。喂，第一，我不叫魏，我叫金乌。冷静点，后羿，别忘了你是来干什么的。我叫后羿，我对你一见钟情，请和我结婚，以后你可以直接叫我羿。智嫂，我怎么会在你家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醒了？我操！你怎么返老还童了？我是智叟的太孙，你已经昏迷了50年了。50年？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，所以我太爷爷留了一封信给你。后羿，人神相恋本就是禁忌，你被金乌神力影响陷入昏迷，所幸你体质特殊，反而因祸得福，亏得长生之道。只是在你醒来时，恐怕已经沧海桑田。在你昏迷期间，金乌承诺为了你的安全会离开你，但是他对你对村子都心怀愧疚，所以向我询问补救之法。我告诉他，想要解决旱灾，唯有将北方天池的水源灌入周边河道，同时清除挡在河道上的太行、王屋2座大山，村子附近的河流才能恢复正常。他按照我的指引搬走了2座大山，并填入天池之中，池水溢出，顺河道激活了周边区域的生态，村子也因此重焕生机。但他自己却因为神力耗尽，像凡人一样进入转世轮回。他曾让我不要将这些事情告知你，但其实我很早就欺骗了所有人。村子的大旱乃是天时所致，和金乌并无关联。我利用天神之力救村子于危难之中，实非君子所为。或许是我心存愧疚，想来想去，还是决定将真相告诉你。之后该何去何从，就要你自己决定了。要走了？我要去找他。你这是要大海捞针啊！而且就算你找到他，你们也未必认得出彼此了。其实人是有前世今生的，越是强大的人，来世就能保留越多的记忆和习惯。那我也会找下去。从前有一只乌鸦，想喝瓶子里的水，却喝不到。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，把小石子一点一点地丢到瓶子里。水位上升，乌鸦终于如愿以偿地喝到了水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喂，第一，我不叫魏。慢着，你忘了，我还请你吃过饭呢。陈哥，阿诺切里你不是吗？虽然有点贪心，但我切里大好き。
好啊，江湖规矩单挑啊，就是一个对一个，谁也别想犯规啊。那个矮子，5尺差半寸那个就是你，矮要承认挨打站稳，出来啊！那这辈子我最看不起那种不讲武德的人了，决斗还拿2把大砍刀。坐下。戴眼镜那个老伯那么拽，出来。不是叫你啊，老伯，我是叫那个小鬼，我忍你很久了，出来。啊，行了，够亮了。哎，没有一个像人的，别说我没给你们机会啊！拿从那个大妈，你以为你打得赢我啊你？过来，来，给我一拳。大妈，你做什么的？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。放开那个女孩！打死他！一个傻子，一个哑巴，死一边去吧！你看你妈呢？你看你妈呢？自言仔，看来这位先生对戴眼镜的人士完全是不懂啊。狠话。到最下面一层找到火云邪神，然后把他带回来。听懂了没有？知道了，陈哥。座れよ、ライナー。大我都抓到。看来只有当年终极杀人王火云邪神才有这样的煞气。这种气势，难道就是当年人称《神雕侠侣》的杨过？小龙女，我今天来只是想打死2位，或者被2位打死。飞机你的功夫一塌糊涂，太慢了。这是什么掌法？想学啊你？我打一次给你看，你把它拍下来。他说我练蛤蟆功，把脊椎给练坏了，问我能不能用降龙十八掌给他治疗一下。可以，一个69岁的老同志，来骗，来偷袭，我一个年轻人。我的身体竟然缩小了。这位女士报案说你打劫她，请配合我们接受调查。有群众举报你进行街头诈骗，麻烦跟我们走一趟。这下不能骗也不能抢，你准备干嘛？开个糖果屋吧。啊？卖棒棒糖，不也挺好的吗？这次全真教入学考试，大家发挥的都很不错，其中得分最高的同学是杨过，他的作文题目是“我的巨侠伯伯”。师傅，我来全真教2年了，还没学过真功夫，教我点干货吧。
过儿，你知不知道什么是道？什么道？道，就是大道出修通九窍，九窍源在尾闾穴，先从涌泉脚底冲，涌泉冲过见至溪，溪过徐至尾闾，以碗顶上为玄机。不是，我是说密语失传物本出，来时无余去无踪，历年尘垢皆磨尽，遍体灵明要太虚。师傅，我的意思是修真活计。修个头啊，有完没完？我都已经说了干货了，你还在那里修。唉，如果能有个没这么啰嗦的师傅来教我武功就好。没想到修炼这门内功居然要2个人赤身磕体，真是不合理法。有了，这样不就行了？郭靖，今天我就代表蒙古国领教一下中原武学，你活儿整得不错，人也挺搞笑，那我就来会会你。师傅，你有把握吗？别担心，我的9重龙象搏肉功有9龙9象之力，而郭靖的降龙18掌只有18龙之力。但是我天赋异禀，一龙顶别人1搏龙，优势在我。不行啊，师傅，不能这么算啊！哈哈哈！杨过，你已经中了情花之毒，只要你产生世俗的欲望，就会生不如死。什么？这么卑鄙？不过幸好我在古墓清修多年，早就已经达到了无欲无求的境界。什么？可恶！那我精心准备的计谋不就白白思考了这么久吗？白思考了这么久吗？白思？啊！好疼啊！好疼啊！哼，不过如此。此为软剑，30岁之前所用，误伤一时不祥，悔恨无已，乃弃之深谷。原来是把不祥之刃，哼，我就试试我的运气和他的诅咒哪个更强吧。姑姑，16年了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姑姑，既然你早就在工地减毒，为什么不上来找我呢？介绍两位武林，这位是雕兄，这位是蛇姐。官人。